最近到中國來醫療旅遊這個概念，在歐美社交媒體上蔚然成風啊，什麼羊斗啊、油管啊，那上面都能看到不少老外分享自己飛越大半個地球来中國看病的經歷。比如那個英國網紅艾米，胃疼在英國拖了好幾個月了，專科醫生都約不上，最後心一橫飛了8000公里來中國，從檢查到確診再到治療，總共就花了13天，全部自費，也才掏了2800多塊錢的人民幣。這事兒在他老家根本不敢想啊！還有那些俄羅斯游客，一到了珲春、黑河這些邊境城市，除了買，最愛去的地方就是中醫院。那扎個針啊，做個理療啊，哎呦，含着舌頭大呼小叫啊，說是又便宜又管用。你再看看數據，2023年光是上海的13家定点医院就接診了将近27萬外籍患者，深圳那更是了不得了，77万人次。像海南三亚2024年接待的国际医療游客直接比前一年猛增了超過480%。這股東風刮的是真他媽猛啊！不過呢，很多时候啊，你自家的好还得外人來告訴你，不這麼對比一下，還真的是有很多人覺得理所當然，還挑三揀四，甚至於惡行惡狀的。一邊是老外們誇中國醫院效率高，醫生技術好，一邊是那些個讓人心寒的傷醫、辱醫、殺醫事件，時不時的就在社会新聞板塊上冒出來。这種對比出來的反差太刺眼了吧！就上個月，江西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一個59歲的患者，居然在診室裡掏出水果刀，把坐診的醫生和一名實習生都給刺傷了。這不是什麼舊聞，就是去年12月8號的事兒。河南周口的那位邵醫生，應該有同志聽說過吧？他從醫20多年，救過無數危重產婦，甚至願意把自己的手機號公開給患者，那半夜有緊急情況也能隨時接電話。就這麼樣一位好醫生，因為一起經過正規程序判定醫院並無責任的醫療糾紛，被患者家屬持續在網絡上惡意造謠，網暴了整整7個月。最後這位被無數患者稱讚視如親人的醫生，選擇了從醫院6樓樓頂一躍而下，用生命來祈求清白。還有20年北京的陶勇醫生，都知道吧？一位頂尖的眼科專家，因為救治的患者对自己的恢復程度不滿意，就把人家砍成重傷。那把他原來能精湛熟練操作的手術刀，從那天開始就再也拿不起來了。這些極端案例雖然是少數，但每一次發生都像一盆冰水啊，澆在廣大醫護人員的心頭上。就為什麼呀？為什麼外面的人擠破頭想進來，裡面卻還有人舉起拳頭，惡言惡語，甚至是兇器，對準這些守護我們健康的人呢？說白了，很多矛盾的根源又不在醫生身上。大家抱怨的看病難，掛個專家號搶破頭，在醫院排隊等半天，這本質上是優質的醫療資源和我們龐大的人口基數之間短期內很難彌合的矛盾啊！醫生們也是這個現實之下負重前行的人，就他們平時坐診，一整天可能都喝不上幾口水，要看幾十個病人。但有些人一着急，就把因為病痛產生的焦慮、對漫長等待的不耐煩，全都一股腦的發洩在這些穿白大褂的人身上了。不是，醫生不是讓你生病的原因啊，不是故意讓你排长隊的罪魁啊，他們是和你一起在現有条件下努力解決問題的人啊。另外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为了服務好這些遠道而來的國際患者，同時絕對保障咱們國內老百姓的正常就醫，咱們的大醫院早就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辦法了，就是國際醫療部，或者叫特需門診。這套體系和咱們平時去的普通門診啊，基本上就是2套班子，2條線。國際部醫生的出診時間、號源都是單獨安排的，不和普通門診衝突。而且國家有明確的紅線規定，這類特需醫療的服務總量不能超過醫院總服務量的10%，也就是說，這扇為國際友人打開的小門啊，有嚴格的流量控制，絕對不會衝垮了為咱們自己人服務的主大門。而且呢，外國患者在這兒全是自費啊，
掛號費、檢查費可能比普通門診高好幾倍呢。這些多出來的收入，醫院呢可以用來更新設備、培養人才，最終反哺到整體醫療水平的提升，對咱們普通患者怎麼說都是件好事兒。所以真的，還在房間裡摸不明白那是頭大象的，一天到晚除了怨天尤人就幹不明白別的事兒的同胞們，要不您醒醒吧！全世界的病患都開始用腳投票了，捏着嗓子發短視頻，用中國話羨慕咱們的。15塊錢能讓博士教授給你看病，這他媽是什麼醫療體系呀？我們最該做的呀，是珍惜和維護這份來之不易的福分。就這樣的福分，是無數個像陶勇、像邵醫生這樣敬業甚至犧牲的醫護人員撐起來的。傷醫罵醫，寒了他們的心，其實是在剝奪我們自己和我们的家人未来獲得優質醫療的權利呀。對比一下有些國家，要麼是動輒幾個月的預約等待，要麼是甭管有沒有保險都有可能斬殺你的天價醫療賬單，或者像尼日利亞、韓國那樣，醫生因為待遇問題動不動全國無限期罷工。我們是不是更能體會到一個穩定、可靠、觸手可及的醫療環境是多麼珍貴啊？總而言之呢，下次在醫院感到焦慮不安、急火攻心、心火上頭的时候啊，至少做個深呼吸，至少分清一下想要發洩情緒的對象。你跟醫生是同一條戰壕裡頭的，共同對抗疾病的戰友，不是彼此對立的敵人啊。